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机场换汇被坑过，或是搭计程车被绕路？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。兰曼机场换汇交通退税全攻略，让你一下飞机就上手。最后还要告诉你一个不塞车，一个人只要30泰铢，15分钟回程抵达兰曼机场的省钱交通攻略。大家来曼谷啊，一定会经过2个机场，第一个是驻万纳普机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影片，之前也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。第二个朗曼机场啊，它是被誉为曼谷最古老的机场之一。今天啊，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下退税流程，以及你要怎么搭乘一些大众交通工具，以及有更便利、更便捷的机场巴士快速到达市区。兰曼机场分 T1 国际线、T2 国内线，是2座连通的大楼，只隔着90米，正常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了。T1、T2 间4楼美食广场，24小时营业，储值充卡，选择多且包含异国料理的美食广场。退税地点在3楼，坐红线 SRT 或者是坐火车去大城清迈的，需要步行至 T2 航厦。此外啊，也有 T2 航站楼停车场附近的美食街，营业到晚上8点。充值储卡偏 local 美食，价格是4楼的美食广场的1/2。计程车、公车这些交通工具的搭乘在1楼。这次影片的主轴主要会从第4层楼依序的往下介绍，一直到第1层楼。不管是出入境，我们先填饱肚子最重要吧。4楼最重要就是美食广场，料理种类多且位置宽敞。很大的字样叫做机场奇迹美食街，餐点非常丰富，而且非常的便宜。先去吃饭，分享一下整个在美食街的消费流程大概像怎么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去储值卡片。我们先到储值柜台，要把零钱拿给柜台人员，请他给我们储值卡。左边呢有详细的中文告示，现金卡只限当天使用，以及规定的时间返还现金卡，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哦。美食街人非常的多，每一个摊位都有中文的显示，所以如果今天不懂泰文，也不用担心点餐上遇到麻烦哦。走到最后面最尾巴的时候，翻到这边位置超多的，所以其实不用塞在前面。今天拿大型行李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坐着休息，然后等一下班机。这个美食广场提供蛮多异国的料理，刚下飞机啊，能吃上热热的一顿餐，真的超幸福。Sleep Box 就是如果你今天过夜的飞机或是红眼班机，也可以在这边睡觉。接下来这层攸关你的钱，省下旅费，让你多吃碗船面哦。退税的地点呢，就在1号出口，然后我们1号出口往前面走，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告示牌 VAT Refund， 大家可以看到最底层就是退税的地方。有分2个柜台，有些人可能忘记带小白单，或是带退税单，甚至护照忘记带了，所以他这边做第1次的检查，确定没问题之后，你到后面的柜台。你在曼谷消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认明他的店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招牌写 VAT， 这表示整间店的商品都是可以做退税的，只要消费2000块泰铢以上，你要请店员开立一个黄色的退税单。这些退税单，你在出境前，你来到机场一定要把它整理好，你才能完成所有的退税程序。消费总金额超过2万块泰铢以上，你第1道关卡，你必须先来到这边，让海关人员去帮你做盖章。盖完章之后去做登机，安检过后，里面还有一个退税柜台，才可以在里面拿到钱。但是第2种情况是，如果你今天消费在2万块泰铢以下的话，你就不需要一开始先来到退税柜台，直接安检之后到第2个退税柜台这边去拿取泰铢。那这边要带什么样的文件呢？第1个你要带小白单，第2个你要带退税单，第3个你要准备你的护照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退税单不要拿去托运，因为有可能有人忘记了，然后把那黄色的退税单把它整理之后，放在你的托运行李，你之后你就发现到完蛋了，我发现到我的退税单被拿去托运了，你就没办法退税。有一些比较高单价的商品，你就需要带在身上，比如说一些精品包包、笔电，或者是说黄金，海关人员他会临时的抽查这些物品，所以你这些物品也务必确实不要把它托运，而是把它 hand carry 带在手上，以防万一。那像一般我们在 Big C 买一些伴手礼的话，也是可以退税的吗？你可以到 Big C 专属的退税柜台，请他开立小黄单，再把这小黄单整理好之后拿到机场，
由机场退税。再来关于换汇的部分，机场换汇大部分都坐落在3楼，但是我非常的不建议你在机场里面换汇，因为汇率非常的差，所以会建议你到旁边的 Happy Reach 去换汇，汇率会比较好一点点。首先我们先到第1航厦的6号门，往回走之后就会看到 Amari 的酒店标志，坐电梯上2楼，顺着路看到小门之后我们就转进去，继续顺着路走就可以看到 Happy Reach 的换钱小亭子，速度很快，记得出示护照。最优质的市区汇率，我建议你参考我之前拍摄的 BKK 机场影片，里面有教学如何在市区更方便的 Super Reach 换上最好的汇率。3楼还有一些药妆或者是手摇饮店哦。我的手表牌的饮料店非常多，但是有双麒麟的很少哎。你是不是想来一根？你看，很绿色的，很多人这边当地的员工来买餐。哦，员工餐哦。也不贵，像它们上面的一个小饭盒都69块泰铢，耶！因为它不是有那个一般的绿茶跟泰奶，然后其实你可以点综合的，双色混合多少钱？45块泰铢，然后他会问你说你要饼干的还是你要用杯子装的，结果跟薛仁一致认为太甜腻了。来到2楼最主要是去搭轻轨，以及去体验最 local、最实惠的美食街。从机场走到 SRT 大概需要走10分钟，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引导咯。往前走又看到有一个魔术美食广场，想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前面一样有那个 cashier 把钱给柜台换成现金卡，单价你可能一餐你60块泰铢就可以吃到了，但刚刚那边大概需要90到100多块之间。刚刚那一区它的交通比较方便，地理位置比较好，但如果说你想要方便的话，你在那边吃。它这区比较临近 SRT， 来这个比较隐秘一点点，比较不像我们刚才4楼的这么热闹，追求一个高 CP 值。简单吃个简餐，我觉得来到这边可以享受一个便宜又实惠的一个午餐跟晚餐。那什么样的人会去坐火车呢？如果你是住在南华棚或者住在中国城附近，你可以搭火车，但是火车它需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左右，票价是5块泰铢，上面是没有空调，所以你今天是比较 chill， 想要好好体验当地的交通生活方式，我觉得你可以搭火车。再来就是 SRT 是非常便捷的交通方式，它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12点。如果你今天搭的是红眼班机，可能凌晨到达机场的话，你再搭 SRT 地铁的话，可能就没办法搭，这个你要斟酌一下时间。它的票价单趟是20块泰铢，所以相对的也非常划算跟便宜。大家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旅行时间，评估看看哪一种交通工具会比较适合你。搭 SRT 红线最麻烦的就是你要走大概10到15分钟才会走到站台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户外，户外这边是没有冷气的，所以我们就只好慢慢的走。沿路上都有标示，这是往 SRT 的方向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所以不用担心走迷路、走过头。这边要提醒一点，如果是要坐火车的话，只能透过人工柜台。此外，还在入闸口之前，请到5号跟6号柜台，不要往左边走，进入了 SRT 轻轨路线哦。往前面走就是自动贩卖机，就先按英文，那就看你要去哪一站。那这边旁边它都会显示说搭乘人数 total price。如果说我要2个人的话，你这边再改2。好，它这边有显示说你可以用100面额、50面额、20面额，然后零钱这边都可以去做投币。然后这边是投币的地方、纸钞地方。基本上班次10到15分钟就有一班。如果是要到市区的话，建议在 RN01 或是 RW02 转乘 MRT 哦。好香哦！进来 7就闻到一个浓浓的面包香味。来到第一层，教大家如何搭乘公众交通工具。机场巴士有分为2种品牌，一个是 BMTS， 那另外一个是 Limo Bus。那 BMTS 它有4个路线，等会会跟大家讲解，是比较亲民平价路线。另外还有一个是 Limo Bus， 它单趟是150块泰铢，有空调，是比较高端的高级巴士。你把它想象成是类似台湾的核心客运。Limo Bus 的优点是中途不停，直接到达知名的景点，例如像暹罗商圈，不用像 SRT 轻轨中间需要转乘 MRT。再来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Grab， 柜台在12号出口。目前透过 Grab 打车有一些优点，第一，不需要外语的基础，也不需要跟司机有语言的沟通，填好地址酒店后，点对点送到酒店。第二个，中文的叫车页面可以在对话框输入中文，系统会自动转换成泰文。Grab 的车费透明，不用担心司机乱要价、半路加价，也不用担心堵车
增加车费。如果不想给现金的话，也可以透过信用卡扣款，不用给小费哦。除了 Grab 之外，还有2个在曼谷市区常见的 App，Bolt 以及 MoveMe。今天如果是多人共游，可以分担车资 ，Grab 优势非常多，绝对是首选。小资精打细算一族 ，Bolt 可以考虑，但是建议提早叫车。最后啊，如果想要体验真正的在地生活 ，MoveMe 的工程体验非常的有趣。想知道 App 如何操作与注册，可以参考这支影片哦。这可以做行李的运输，或者是寄存行李，你可以直接寄到酒店，或者是直接把它放在这边。行李寄存的话，依照时日周月；寄送的话，可以寄到市中心，可以当天寄达或是隔日寄达，以及也可以寄到其他县市，像是帕塔亚。这边也有马萨吉的地方。搭计程车的话，要先在前台这边抽完号码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到后面。司机啊会询问你要去抵达的地方，然后指派车辆给你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当地的司机因为非常的 local， 所以大部分都不太懂英文。先请准备好泰文的旅馆地址，或是你要去到达的景点，让他们比较快可以到达目的地哦。此外，还有一些附加费用要请大家留意哦。BMTA 啊，有4条路线，直接上车付费就好，你就把它当成是像台湾的一般公车。A1、A2 3趟次是30块泰铢 ，A3、A4 是50块泰铢，上面是直接付现金的，不能刷卡，也不能用电子支付，上车付给挡车小姐就可以了。不能跟他说我要刷卡，很吹气啊！他会用他手上那根棍子的票打我。里面是装零钱的，蛮可爱的。我们好几年前来港曼机场的时候，也发现那个阿姨也是用那个。那我觉得她现在应该要改进了。我觉得他对那一根棒子可能是他们传统，他那个车都已经更新了，但那根棒子还是一样没有更新。Very good。这边也有捞笋月，好怀念哦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应该会卖比较多日本的零食吧？哎，真的耶，好怀念哦。在异国的老曼机场，竟然能看到熟悉的Lawson蓝白色招牌，仿佛一瞬间回到日本，心中的雀跃啊，真的是难以言喻。如何从市区更快速、更便宜，避开塞车到朗曼机场 ？BTS 蒙奇站这边下车之后，旁边有一个机场巴士，你可以透过机场巴士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，你就可以快速的到达朗曼机场。我们从蒙奇站出来的时候，有分1号出口跟3号出口。那1号出口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是有电梯的。如果你今天是拖比较大型的行李，建议一定要走1号出口，大概走50米，你就可以到公车站牌。3号出口也可以，过个天桥直接走到下面你就可以。但是有个麻烦就是，如果你今天拖大型的行李，你要这样拿下去，可能会非常的累。3号出口出来的话，会比较直觉。出去之后左转往下，就可以直接顺势的到公车站牌。这边也是非常的方便。我们搭乘的路线啊，会以 A1 跟 A2 为主。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会直接到朗曼机场，间隔大概15分钟就会来一班，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。巴士来了，记得招手。单趟的车资是30块泰铢。为什么我会选择坐公巴？主要是因为它是走高速公路，完全不塞车，而且因为是空调车，超级舒服，冷气超级凉的。平日来完全没有人，只有我跟薛仁而已。沙地老人家的笑容可掬。对啊，没跟阿妈收钱。然后他说第八，到之后他就会在第4号出口放我们下，非常的方便，非常贴心。他有提供 shuttle bus， 他直接把你接驳到 BKK 机场，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出示 BKK 出发的机票，出示给柜台，柜台核销确定没问题之后，他就会把你直接接驳到 BKK 机场。那朗曼机场到 BKK 要多久？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之后的影片会介绍朗曼机场旁的在地市场及夜市，几乎没有观光客，东西好吃又便宜，在地人击推，铜板价让你吃到真正的在地小吃。我们下期见哦，拜拜！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是创世小夫妻，下期见。